是不是把男人搞舒服了，他的心就会跟你跑啊？听见红姐别有深意的质问，本就心虚的苹果更加忐忑难安。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就连帮红姐按脚的双手都止不住地颤抖起来。起初，她和丈夫安坤和众多北漂一样，相伴来到北京追求梦想，期盼着有一日可以挣到大钱。为了完成梦想，苹果隐瞒自己已婚的身份，来到洗脚城做了一名服务员，因此经常会面对客人的调笑和非礼。但苹果深谙此道，总是会轻松化解。别闹，我还以为您睡着了呢。还会以捶背的理由发泄心中的不满。工作结束后，苹果拖着劳累的身体回到住处。她和丈夫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中，日子虽然清苦，但两人的生活却十分温馨。苹果的内心也因此充满期盼，渴望着两人赚到大钱，过上幸福又平淡的生活。可她却不知安坤的内心早已发生变化。久而久之，他对苹果的工作愈发不满，于是便辞掉之前的工作，在洗浴城附近找了个清理外墙的工作，以此来观察苹果。而对方早已察觉安坤的想法，两人也因此经常吵架，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不复往日的温馨，逐渐产生裂痕。再加上长时间的低层生活，让安坤愈发压抑与暴躁，将在外受到的所有委屈全部都发泄在无辜的苹果身上，动不动就对他拳脚相向。工作跟家庭上的双重压力让苹果痛不欲生。直到这天上班时，他的好友小妹无法忍受对方的咸猪手因此得罪客人，被老板拉出来一顿臭骂，还要将其开除。他拿这个修甲刀啊，把人家脚趾甲给敲了半个，水都染红了。尽管苹果百般求情，可还是无法避免小妹被开除的命运。就这样，两个命苦的女人在一起喝酒，发现内心的不公。很快，醉酒的苹果不想让安坤担心自己，迷迷糊糊地来到洗脚城内醒酒，却不料喝得烂醉的洗脚城老板老林经过这里，恍惚之间，他将苹果当成自己的妻子，迷迷糊糊地便抱了上去。而这一幕也被窗外的安坤看到，他愤怒地拍打着玻璃。两人这才猛然清醒过来，发现这个天大的错误。而此时的安坤早已被愤怒冲昏头脑，冲上去就要跟老林拼命。你他妈跟我媳妇！可老林却不愿意一次丢了面子，甚至叫来保安将安坤拦下，直接把他拖了出去。显然，老林并不打算为这次错误买单，而安坤却将所有的错误安到苹果身上。妻子刚生下儿子，丈夫就迫不及待找到医生。大夫，我想请你把这 A 改成 B。那何苦呢？在安坤的极力恳求和4000块钱的攻势下，医生只好勉为其难地帮他作假。为了钱财，此时的安坤已经走火入魔。自从发现那场意外后，他就将所有的错误全都归功在苹果头上，不管对方如何道歉，安坤却始终不理会。愤怒之余，还会死死掐住苹果的脖子。就这样，两人彻底陷入冷战期，夫妻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就此破裂。可安坤并不愿意吃这个亏，直接给对方拨打电话，索要2万块钱的精神损失费。可爱面子的老林根本没有答应对方。安坤为了报复，故意用绳子将他的车跟洗脚城的招牌连在一起。等他启动车子时，掉下来的招牌差点砸到他。不仅如此，安坤还将老林的奔驰车标拽下，拿在手中把玩。这也让安坤压抑的情绪得到了些许的释放。可偏偏在这时，却突然发现苹果已经有了身孕。而安坤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存满质疑。要是我的，我能把尿喝了。喝去吧你，我就是不想要了。明天就去医院把它做。第二天，心情悲痛的苹果无意间在路边发现黑诊所的小广告，便顺着上面的地址走了过去。可当他听到屋里的女孩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时，苹果被吓得落荒而逃，放弃了做掉孩子的念头。回到家后的苹果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委屈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可安坤却没有丝毫安慰对方的想法，反而生出一个让人唾弃的办法。你别去做，这是老天给的机会。第二天便来到洗脚城，找到老林，将苹果怀了对方孩子的消息告知对方。可老林却不等他说完，就直接将安坤赶了出去。然而在回家的路上，老林思来想去，决定找安坤谈谈。由于妻子身体的原因，导致他结婚多年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，这让老林无比渴望成为一名父亲。于是便在当天下午找到正在工作的安坤，两人一起蹲在天台上商量这件事情。因为苹果是 O 型血，老林是 B 型血，而安坤是 A 型血，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能明白谁是生父。如果是 A 型，那么自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任何交集；如果是 B 型，那么老林就会支付12万的精神损失费；如果是 O 型，那么两人就去做亲子鉴定。对此，已经掉到钱眼里的安坤果断同意，而苹果也在对方的胁迫下无奈同意。第二天，众人就将这份荒唐的协议拟定好，在双方盖章按上手印后，
之前的恩怨也一笔勾销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四人坐在车中相顾无言，各有各的心思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老林对苹果格外照顾，不再让对方继续工作，只让其回家安心养胎，更是带着一大堆营养品来看望苹果。在得知安坤打呼时，立马拿出治疗打呼的药送给对方，并叮嘱安坤要好好照顾苹果腹中的胎儿，甚至跑到庙里为孩子祈祷，希望会是一个男孩。在之后的时间里，老林对孩子格外上心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样的行为早已让安坤心生嫉妒。这绝对是成年人必看的电影。当初在海外获奖无数，却因尺度被内地封禁整整15年。掉进钱眼里的男人，竟然为了12万贿赂医生，给亲生儿子更改血型。自从苹果怀孕后，老林就经常对她含蓄问暖，甚至为了不打扰到苹果腹中的胎儿，让安坤离对方远一些。这样憋屈的日子一直持续了9个月，眨眼就到了即将分娩的日子。在外的安坤十分紧张，好在一阵哭喊声过后，孩子顺利出生。安坤悬着的内心也不再紧张，满怀期待地拿着报告单前去看望孩子。可很快他便发现不对，孩子是 A 型血，显然是自己亲生的。可这样一开唾手可得的12万便会消失不见。很快安坤就被金钱给蒙蔽了双眼，便瞒着苹果当场编造了一个故事，希望可以博得医生的同情。可医生却不吃这一套，还是在金钱的攻势下才勉为其难的同意。当老林得知后十分高兴，看到孩子后便把承诺的12万交给了安坤。很快便叫来亲朋好友，举办起孩子的出生宴会。为了不让孩子挨饿，作为亲生母亲的苹果便获得了半年跟孩子相处的时间。然而他们却忽略了母爱的伟大，为了孩子，她不在乎别的背地里怎么说自己，坚定不移地留在这里照顾孩子。可时间一长，红姐内心有些不满。当即将老林单独叫出来商量这件事，并直接跟对方约法3章，只要老林违背1条，那么他的财产全部归到红姐名下。老林对此欣然答应，毕竟他跟苹果没有任何感情。而安坤也不再迷恋金钱，看着眼前一叠的钞票，内心没有丝毫波动，只是对孩子的思念愈发深刻，经常厚着脸皮来到老林家看望孩子。时间一长，老林直接给对方下了逐客令。你来1天了，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忍无可忍之下，安坤直接找到苹果说出真相。那孩子是我的，我背着你把孩子血型给改了。就编吧你，你怎么那么能编？眼看对方不信，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安坤死死掐住苹果的脖子，甚至一遍遍地狂踹对方。而此刻的苹果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深爱的安坤居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贪财小人。可苹果不知道的是，安坤依旧不死心，利用工作的便利，他悄悄地溜到老林家的阳台上，从窗户进到了对方的家里，偷摸摸将孩子抱走。老林得知后十分担心，当即打电话报警处理。很快警察便发现了抱着孩子的安坤，在一番激烈的追逐下成功捉住对方。然而老林却在警方提供的亲子鉴定中得知，自己并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美梦被打醒的老林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痛哭起来。而苹果也悄然地带着孩子离开这个让人伤心的地方。在这场荒唐的闹剧中，苹果作为真正的受害者，却始终没有人关心过她，也没考虑过作为一个母亲的感受。